王二勇，我师傅永远睡在地底下；因为王二勇，三大队没了；因为王二勇，就这小姑娘到现在还躺在那个司法鉴定中心那冰柜里边。14啊，什么时候她才能入土为安？2002年，广东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性侵案，导致整个城市都笼罩在阴暗当中。由于性质较为恶劣，加上社会反响强烈，该案件被定为921大案。我叫程兵，是该案件的负责人。没想到因为这个案子，彻底改变了三大队所有人的命运。那晚，我们接到死者父母报案，女儿头部遭到重创，血肉模糊地倒在家中。经法医鉴定，受害者生前被性侵过，家中财物也有丢失，是一起明显的入室强奸杀人案。逝者已故，生者如死。我能做的就是给予他最后的颜面和尊严。经过排查，凶手是2个人，通过空调外机进行入室行凶，但整个现场并未发现有价值的线索。这时候师傅告诉我，上级领导急切地想要破案时间。我没有给师傅准确的回答，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一家3口的合照。我忽然发现扣子上可能存在凶手的指纹。等等，扣子确实有指纹。那俩畜生在强奸的时候把手套摘了。有了指纹，我们立即分工排查。但看着受害者的父母，再想到家里唯一的孩子就这么没了，我能做的就是尽快破案，给家属一个交代。于是我把破案时间给了师傅。先具体汇报5天。经过2天2夜的技术排查，凶手指纹与异地案件的指纹有8处吻合，作案手法和921案基本一致。通过查询外来人员出入时，我们很快锁定了浦江来的王氏兄弟。我排查空调公司外来人员名单的时候，就有浦江来的兄弟啊，天星空调、大勇、二勇，他们公司统一安排住宿君山路6栋12号。动！当我们到达现场时，2大队的老杨正在那边执行排查任务。干嘛你们？排查？怎么了？我暗想，周总，不出意外，人跑了，双方因此起了争执。我心里也有一肚子气，找到了2队老杨理论。刚拿着线索，我是应该第一时间说逮人呢，还是第一时间通知你们2大队，通知你杨建涛呢？说老子程兵，就你们3大队在办案，我们其他人都该闲着。你们不睡觉，这么大的案子，有他们一个人敢闭眼吗？就别在这当睁眼去。可还没说几句，师傅那边就传来消息。师傅接到陈东举报，有个人形迹可疑，于是独自前去搜查了。结果人没抓到，还被撞了一下。一开始我单纯的认为师傅没什么事，就给他放了2天假。但第2天出事了。人怎么样？脑溢血，医生说就算性命保住了，也得是个植物人。就是昨天晚上他撞了一下，那当时看着没事，其实脑子里已经出血了。第一时间找到局长，希望给师傅申请个工伤，可因为师傅是在假期时间犯病，还喝了酒，按规定和制度不能申请。老张是你师傅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制度就是制度。老百姓相信我们公安，不是因为我们身上这是制服，是因为我们有制度。我心里明白，只有抓到王二勇，才能给师傅一个交代。正当一筹莫展时，派出所的同志过来告诉我们，王大勇被他们的协警给碰上。当我赶到现场时，王大勇已经被群众打得半死不活。面对我们的审问，王大勇却表现得极其嚣张，一看就是惯犯。他主动把侵犯的事推给王二勇，自己只承认摸了一下，因为他心里清楚，只要自己不开口，王二勇抓不到，我们就拿他没办法。摸一下不算强奸吗？可越是面对他那猥琐的笑容，我越是死死地盯着他，恨不得立刻冲上去把他打死。但理智告诉我，我要从他嘴里敲出王二勇的下落。就在这时，医院突传噩耗，师傅意外去世了，也成了整件事情的导火索。王二勇在哪儿？我真的不晓得，你再问我也没用啊！好哥，别介绍打死他！因为我的手机意外滑落，让他看到了我女儿的照片，还发出猥琐的笑声。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我和队员们。最后我们给他上了手段，可没想到王大勇最后死在了审讯室。有点壮啊，不太对。因为3大队刑讯逼供犯了故意伤害罪，当时正值司法改革，这件事情广大民众都在关注。我被判了8年，其余队员分别5到6年。从警察到罪犯，身份的转变让我一时难以接受。在监狱里，我看到狱友阿哲被欺负，下意识的就出手相助。可狱中老大钟哥的一句话
像一把刀扎进了我的心里。你已经不是警察了，这辈子不会再是了。我知道，在这监狱里，我必须重新适应新的规则。第二天，我主动向钟哥示好，希望他能放过阿哲，也想缓和我们之间的矛盾，毕竟以后都要在一个牢房生活。好在钟哥这人还算讲义气，之后没再为难我们。阿哲很感激我，跟我说出去以后一定帮我找到王二勇。我劝他出去后就别瞎折腾了，好好找个老婆过日子比什么都行。可没想到阿哲会在10年后因为这句承诺丢了性命。6年后因表现良好获得减刑，我提前2年出狱。在办理出狱手续时，我遇到了曾经的2队队长老杨，他现在已经当上了局长，可我再也没有那种趾高气扬的勇气跟他对话。啊，你说什么？不重要，我接个电话。好。因为我们的命运在这几年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更令我没想到，接我出狱的竟是当年受害者的父亲。面对这位父亲，我的心里五味杂陈，因为案子没办好，没能给家属一个交代。你受拖累了？喂，别让爸爸。临走时他说我是个好人，是个好警察，就是这句话让我更加坚定了要抓住王二勇的决心。可老杨的话又把我拉回了现实。王二勇这畜生反侦查能力真的挺强的，后来我自己带队抓了他2回都没找着人，最后的线索断在长沙了。站在天桥上看着车水马龙，我满心迷茫。曾经3大队一起办案的场景在我脑海中浮现，那时的我们不畏风雨，对未来充满希望。可如今一切都变了，我该如何找回曾经的自己，继续踏上追凶之路？找到了前妻，她已经换了新房子。回到这个家，我感觉局促又尴尬。面对前妻的坦然自若，我却惶惶不安。我甚至连坐的地方都没有，而女儿看了我一眼后就夺回了屋里。我心里清楚，我亏欠这个家实在太多了。当我翻找自己的东西时，看到了以前工作笔记和照片，上面写着没有一个人能活在真空里。大一刻，我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于是我找到曾经的队友，出狱后他们在各自的新行业都在努力地活着。晚上我们3大队重新聚在一起，曾经的豪情再次涌上心头。我们唱起了少年壮志不言愁，这首歌仿佛就是我们的写照。第二天祭拜完师傅后，我把想去长沙继续抓捕王二勇的想法告诉了大家，大家都劝我放下，回归正常的生活。因为王二勇，我师傅永远睡在地底下；因为王二勇，3大队没了；因为王二勇，就这小姑娘到现在还躺在那个司法鉴定中心那冰柜里边，14啊才，什么时候她才能入土为安？这事怪咱们，我们接的案子没办明白。队友们也被我的话打动，因为这也是他们的心结。但除了老蔡，大家都决定和我一起去。我没有强求他，尊重他的选择。为了方便查案，我们各自找了接触人多的工作，目的就是广撒网。有一天，蔡斌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，他调侃自己修行不够，还是放不下。我们都很高兴他能回来，可我知道他不是修行不够，而是放心不下兄弟们。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始终没有查到王二勇的线索，正常渠道查不到。我们决定去黑道打听。通过坐牢时认识的钟哥，我们找到了当地的地头蛇，并说明了来意。之前我跟钟哥说过，我们一直在找这个人，叫王二勇，到长沙半年了，也没动静，所以想求你帮忙。钟哥是我过命的大哥，他信的人，我一定信。在他的帮助下，我们找到了一个按摩女，她说曾经给一个很像王二勇的人服务过，根据她描述的特征，很符合王二勇。个高有劲儿，说正经的，确实挺有劲儿啊。跟他俩逮一块看电视，他不让我调台，一调台他就给我吵吵。那他要看什么？社会新闻、法制节目。最近见过吗？最近没来。你跟他出去过吗？出去过啊，他在南郊那边租了个屋，我去过几次。我们让他带我们去阿凯的住处看看，可到了那里，人早已经走了。可我却在镜子后面发现了一幅面部狰狞的女人画像，这很符合王二勇的变态心理。最后老廖也查到，王二勇已经改名叫阿凯，可他早回四川德阳了。就在准备动身时，老马却选择了退出。我老婆脚被热油给烫了，哟，现在下不了地，我想回去看看。什么意思啊，老马？老廖因为这事儿和他大打出手。我知道老廖不是不理解，他是太理解了。老马坐牢时是他妻子不离不弃照顾他的父母和儿子，出狱后
他没能给妻子好的生活，现在追凶遥遥无期。他要是再不回去，这个家就真的散了。我理解他的难处。出发前，我们一一和他告别。平时小气的老廖还买了2条烟给他。这么多年一直蹭你的，拿着。我们心里都有太多的不舍，可生活还是要继续。来到了四川德阳，我们在当地几个空调公司走访调查。我们打听到一个叫赵凯的人，但是已经结过婚了，还有个7、8岁的孩子，人现在在贵州。我当时就觉得这条信息不太对，一个在逃犯，就算改了名字也不太可能结婚，还有这么大的孩子，时间也对不上，这条线索就这么断了。我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。王二友，你到底藏在哪里？不久后，老蔡得到了新的线索，一个刚去沈阳不久的男人，特别像王二勇。我们动身来到了沈阳。大年夜，我们聚在小饭馆吃饭，大家虽然表面上很开心，可我知道每个人心里都有心事。老廖突然站起来，一向抠门的他给我们每个人都买了一份意外险，因为他想儿子了，他要回去照顾儿子的学业。在这个阖家团圆的日子里，3大队又离开了一个人。我们3人继续追查，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广东。这一天，小徐终于鼓起勇气向我道别。我不打算追了，我想跟小兰回老家把证领了。起来，程队，1周半途而废，让你们失望了。我强装镇定，没说太多，只是希望他别辜负人家姑娘就行。漫长的追寻过程中，只剩下我和老蔡还在苦苦的坚持。最后我才知道，老蔡患上了胃癌。没到晚期，做个胃切除就没事了。那一刻，我无比愧疚。曾经要放下执念的他，反而是陪我坚持到最后的人。瞧不起我啊？要不然咱俩比比。我们比赛游泳到对岸，和老蔡因为体力不支便停了下来。人要往前看，不能总活在过去啊！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找了那么长时间，王二勇还是找不到，是因为什么呀？老天再给他机会，让他重新开始。你要不要给自己一个机会，重新开始？我心里其实也有过这样的想法，可每次都被我抛在了脑后。我也知道大家都有自己的无奈，但每一次离别都像是在我心上划了一刀。往后，我一个人开始了更加艰辛的旅途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我的皮肤变得黝黑，头发也花白了，可我的眼神始终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每一个人。我的追凶路注定孤独。这天，我在电视上看到曾经帮助过的狱友阿哲因见义勇为，在抓捕公安的逃犯中不幸遇害。我想起了他曾经对我的承诺，可我连他出狱后的面都没见上，却在电视上听到了他的噩耗。我找到阿哲的妻子，强忍着悲痛，记录着他生前查到的每一个线索。原来阿哲出狱后就当了司考班的老师，从一个罪犯到学法教法普法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遇到了我却没能保护好他。他一直跟我说，没有你就没有他的今天。我满怀希望的去警局指认，结果人却错了。那一刻我感觉天塌了。王二勇这个名字在我心里又狠狠地刻了一笔。我像个行尸走肉一样走在街上，在看着破碎镜子里的自己时，笑容是那么扭曲，也从来没发现自己老得那么快。看到公园里老人们悠闲的锻炼，也明白自己也在渐渐老去，我的心开始动摇了。我蹲下想找人诉说，可我翻遍了整个通讯录，却不知道该发给谁。那种无力感席卷了我的全身。回到了广东，我去看了师傅，师娘却告诉我一个埋藏多年的秘密。当年在象牙上遇上王二勇，他就是一直追。可他跟你们说的是被王二勇撞倒的是吗？其实没追多久，他就是追不动了，人家连碰都没碰上，他只是不想承认自己老了。那一刻，我心里五味杂陈，命运给我开了天大的玩笑。人有几个是鸟可后悔的？你抽空去找下杨建涛，他一直想见你。我终于放下了执念，去见了老杨。我们在当年的老饭馆坐了很久，才得知饭馆老板已经娶了一个离异带娃的女人，直接当了爹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们之前一直跳进了思维误区。王二勇也很可能娶了一个离异带娃的女人，以此作为掩护。于是我翻开了贵州铜仁的那条线索。正如我的猜测，我决定前往贵州。
临走时，女儿的突然出现让我慌了神，并质问我为什么还要追查下去。虽然她很生气，但只是要过我的手机，加上了微信，然后就离开了。当我在车上看到女儿发来的全家福时，我的心里感慨万千，因为我知道女儿选择原谅了我。这一次我更有动力，因为我有了家人的支持。来到了贵州，我按照线索在一个高档小区当了送水工。通过单据，我查到了赵凯的住址。第二天，我故意上门试探，可开门的却是女主人，最后只能谎称送错了。晚上我又继续守在门口，等女主人出来倒垃圾时，再将垃圾全部带回排查。最后在啤酒瓶上终于提取到了赵凯的指纹，最后发给了老杨，等待技术鉴定。第二天401的女主人说要送水，我知道机会来了。进去以后，女主人正在客厅做瑜伽，赵凯却一直没露面，但卧室里一直传出法制栏目的声音。我不断的试探，可这个行为很快被女主人发现。为了不被怀疑，我借口上厕所，便在里面漫无目的的翻找，最后在储物柜里发现了一个游戏机。他上厕所的时候特别喜欢玩个4方块，就那个贼老土的那个游戏机。我心里一阵激动，感觉就是王二勇。我在门口等了很久，终于等到一个神似王二勇的男人出门。我尽量克制内心的激动，选择提前报了警，然后故意寻衅滋事，拖延时间。401的，皮大员401的，是不是往桶里边装油了？你说什么？眼看被我打得倒地不起，众人也上来拉住了我。这时倒地的赵凯像一头野兽一样，直接把我扑到绿化带上，接着就是对我疯狂的殴打。看着他面露凶光的表情和各个特征，我已然确定人我找到了。在警局里，赵凯又装起了老实人的形象，开始向警察装可怜，但程序上依旧对他采集了 DNA 和指纹。签字确认后，赵凯走出来和我四目相对，看着他那得意的表情，我以为这次又让他跑了，于是我本能地喊出了王二勇的名字。王二勇！他愣掉的一瞬间，我更加确定了心中的答案。等一下，坐党上，进来放后。这一刻，我终于如释重负，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情绪。警察告诉我，因为刚刚系统匹配的信息完全吻合，证实了他就是2002年921案的凶手王二勇。即使没有口供，不管他承不承认，都会受到法律制裁。我不禁感叹自己跟这个社会脱节太多了。太平市公安局刑侦3大队程斌、蔡斌、廖健、徐一舟、马正坤、张清良报告：921大案嫌疑人归案，3大队任务完成。这12年里，为了这份执着，我放弃了太多平凡生活的幸福。然而我从不后悔，哪怕脱下警服，哪怕历经磨难，这份使命早已融入我的血液。也许正义可能会迟到，但绝不会缺席。